我们谈到肖战和王一博时，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，或许是那部曾经引发巨大关注的作品，是《魏无羡与蓝忘机》，也是那个夏天无数观众共同拥有的青春记忆。但如果把镜头从角色拉回到现实，我们会发现，一个真正值得被珍惜的故事，并不一定需要一个明确的结局。有些相遇本身就是答案。肖战和王一博因为作品而被更多观众认识，也因为角色之间特殊的关系，让他们成为无数观众记忆中的重要组合。对于观众而言，他们所呈现出来的，不只是两个演员共同完成的一部作品，更像是一段青春被具体化之后的模样。那时候的他们，一个带着温暖而明亮的气质，一个带着安静而克制的感觉。不同的性格，不同的表达方式，却因为同一个故事产生了交集。也正是这种差异，让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拥有了一种特别的化学反应。有人喜欢他们的角色，有人喜欢他们在节目和采访中的自然互动，也有人只是单纯喜欢那段时光。然而，随着时间过去，观众逐渐意识到，真正让人难以忘记的，可能并不是某一个瞬间，而是那个阶段带来的整体感受。那是一种很难复制的青春氛围。很多人对友情的理解是经常聊天，是随时见面，是永远出现在彼此身边。但现实中的友情并不一定如此。真正的朋友，有时候可以很久不见，也可以很少联系，却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彻底消失。正如那句话，当我说我会一直做你的朋友，实际上就等于说我会把你放在心里，直到最后一次心跳。这句话之所以动人，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浪漫，而是因为它说出了很多人心中对于友情最深的期待。真正重要的人，不需要每天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因为曾经共同经历过的一切，早已经成为记忆的一部分。对于肖战和王一博而言，外界能够看到的只是公开场合中的片段，而那些没有被镜头记录下来的部分，我们无法知道，也不应该轻易替他们定义。但这并不妨碍观众珍惜他们共同留下的作品记忆，因为对于观众来说，那份感动是真实存在过的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会误以为关系越亲密，就越应该形影不离。实际上，成熟的关系恰恰允许彼此拥有自己的生活。每个人都会成长，会进入不同的工作环境，也会面对不同的人生选择。肖战有自己的事业道路，王一博也有属于自己的发展方向。他们都在不断尝试新的角色、新的舞台、新的挑战。从这个角度来看，也许真正值得讨论的，并不是他们现在是不是像以前一样，而是曾经一起创造过的东西，是否依然留在彼此的生命轨迹里。答案或许只有当事人才知道，而观众能做的，就是尊重他们现在的选择，同时保留属于自己的那份美好回忆。这其实也是对友情最好的理解，不是占有，而是祝福；不是强求，而是尊重；不是要求对方永远停留在过去，而是希望对方即使走向更远的地方，也能够拥有更好的未来。因为人们怀念的，也许从来不只是两个人，人们真正怀念的，是那个曾经拥有无限可能的自己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一首歌可以让我们突然想起某一年，一部电视剧可以让我们回到某一个夏天，一个演员可以让我们想起曾经每天追剧、讨论剧情和朋友聊天的日子。所以，当观众再次看到肖战和王一博过去的画面时，真正被唤醒的可能不仅仅是对他们的喜欢，还有自己的青春，还有那些曾经非常简单的快乐，还有那个可以为了一个角色、一段剧情而彻夜讨论的自己。这就是记忆最神奇的地方，它不会真正消失，它只是安静地葬在时间深处，直到某一天，一个熟悉的画面，一句台词，一段音乐重新出现，它便突然被唤醒。爱情往往需要承诺，需要回应，需要明确的关系，而友情有时候更加自由。朋友可以陪你走一段路，也可以在某个时间点分别，但即使道路不同，也不代表过去的一切没有意义。
所以，友情最动人的地方是它允许两个人成为完全不同的自己。你不需要复制我，我也不需要成为你。我们可以拥有不同的梦想，不同的生活，不同的选择。但在某一个曾经交汇的时间点，我们确实一起经历过，这就已经足够珍贵。如果把人生比作一条很长的道路，那么有些人会陪你走几十年，有些人只陪你走几年，还有一些人可能只陪你走过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。但是，陪伴时间的长短，并不能完全决定一段关系的价值。有些人认识多年，却渐渐成为陌生人。有些人只在生命中出现一段时间，却永远成为记忆里无法替代的存在。这或许就是肖战与王一博这段公众记忆最特别的地方。今天的肖战和王一博都在自己的道路上继续前进，他们不再只是某一部作品中的角色，也不再只是观众记忆里的那两个年轻人。他们拥有越来越丰富的作品，也面对着越来越复杂的公众目光。这其实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情，因为真正的成长从来不是停留在过去。如果一个人永远停留在最受欢迎的那个阶段，那么所谓的青春最终也会变成一种束缚。真正的成长是能够带着过去继续向前。那些曾经一起经历过的事情可以成为人生的一部分，却不应该成为人生的全部。所以，与其不停追问过去的关系究竟是什么，不如换一个角度。我们可以感谢那段相遇，感谢他们曾经带给观众的角色，感谢那部作品曾经带来的快乐，也感谢那个让无数人共同拥有青春记忆的时代。我会一直做你的朋友。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，却有一种非常深的力量。因为真正的友情不是一句你必须一直陪着我，而是无论未来走向哪里，我都希望你过得很好。这才是成熟的情感。对于喜欢肖战和王一博的观众来说，也许最好的方式不是不断寻找所谓的证明，更不是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他们身上，而是尊重公开的信息，尊重他们的选择，也尊重自己心中的那份喜欢。喜欢一个人，并不意味着必须拥有他；怀念一段时光，也不意味着必须让它重新发生。有些故事最美的地方，就是它永远停留在最合适的位置。如果让我们回到那个时候，也许很多人仍然会坐在屏幕前，看着熟悉的角色，看着他们一次次并肩出现。我们可能依然会为剧情激动，为角色落泪，也会因为一个眼神，一个笑容，一句台词而开心很久。但今天再回头看，也许我们已经不再是当年的自己。我们变了，他们也变了。这就是时间真正的意义。它不会把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带走，它只是让我们学会用更加成熟的方式去理解过去。所以 Friendship is the sweetest type of love 真正想表达的，也许不是某一种具体关系，而是一种珍惜。珍惜遇见，珍惜陪伴，珍惜曾经一起走过的路，也珍惜那些即使后来各自奔向不同方向，却依然能够在记忆里发光的人。肖战和王一博的故事，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也许有完全不同的意义。有人记住的是角色，有人记住的是作品，有人记住的是那个夏天，而有人记住的是自己曾经非常快乐的青春。这就足够了。因为真正美好的记忆，从来不需要向所有人证明它的价值。它只需要在某一个安静的夜晚，当我们重新想起的时候，依然能够让嘴角出现一点微笑。这或许就是时间留给我们最温柔的礼物。愿曾经并肩的人都能拥有自己的光。愿曾经被我们珍惜的青春，即使已经走远，也依然值得回望。更愿每一个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，都能遇见一个可以真诚相待、彼此尊重、彼此祝福的朋友。因为有时候，最深的情感不是永远在一起，而是即使未来走向不同的方向，我依然希望你成为更好的自己。感谢大家看到这里。如果你也曾经因为一部作品、两个角色，或者某一段青春记忆而感动，欢迎把你的故事留在评论区。
你认为肖战和王一博带给大家最珍贵的是角色之间的默契，作品留下的青春记忆，还是那份关于友情的温柔理解？感谢每一位观众的观看与陪伴。如果喜欢这类内容，欢迎点赞、订阅频道，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。我们下一期再见。